大家好，我是60秒懂财经。过去2年，我们都在讨论谁有最多的 GPU，谁的模型跑得最快。但就在最近，风向变了。美国总统川普准备祭出一项紧急计划，核心只有一句话：数据中心要用电，请自己付钱盖电厂，别想把成本转嫁给老百姓。几乎同一时间，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在法说会上直言 ，AI 需求是真实的，但电力供应已经成为控产的关键瓶颈。这不是巧合。OpenAI 的 Sam Altman 说，没有能源突破 ，AI 就没有下一阶段。微软 CEO Satya Nadella 说，我不缺晶片，我缺的是能让晶片运转的电。这场战争已经从算力 compute 转移到了电力 power。今天这集，我们要用将近20分钟的时间，深入拆解这场能源战争背后的投资逻辑。我们会从川普的政策、DeepSeek 带来的技术启示，一路讲到美股的核能巨头，最后回到台湾投资人最关心的重电供应链。内容非常硬核，建议大家先按暂停，准备好笔记，我们马上开始。第一章 AI 食量。首先，我们得搞清楚 AI 到底有多吃电。根据高盛和 Gartner 的预测，全球数据中心的电力需求预计在2025年成长 16%， 到了2030年将会翻倍。这背后有一个简单的数学 ，ChatGPT 进行一次查询的耗电量，大约是传统 Google 搜寻的10倍。如果你用的是生成图片，耗电量更是惊人。但这里有一个比总量更可怕的问题，叫做波动。我们把 AI 运算分成2个阶段：训练 （train） 和推论 （inference）。训练像是一场马拉松 ，GPT-4 的训练一次消耗超过5万兆瓦时 （MWH），相当于旧金山这座城市3天的用电量。但更危险的是推论阶段的脉冲式负载 （power spikes）。根据 NERC 北美电力可套度公司的报告，当成千上万颗 GPU 同步运算时，电力需求会在毫秒级的时间内瞬间爆冲，然后骤降。这种剧烈的震荡对电网来说就像是心律不整。这也是为什么一般再生能源像太阳能、风电很难单独满足 AI 需求的原因，因为太阳会下山，风会停，但 AI 的算力需求是24小时不间断且剧烈波动的。第二章，电网危机。需求这么狂暴，那供给端呢？很遗憾，美国的电网现在正面临心肌梗塞。在维吉尼亚州这个全球数据中心最密集的地方，现在申请盖电厂可能要排队7年才能并网。为什么这么慢？除了法规烦躁，还有硬体短缺。美国处理 90% 电力的变压器，平均寿命已经超过40年，急需汰换。这已经不只是商业问题，而是国家安全问题。Stanford Review 最近发表文章指出，中国正在透过能源霸权威胁美国的 AI 地位。中国在核能、太阳能的建设速度是惊人的。中国目前有32座核反应炉在建，而美国自2014年以来只盖了2座。如果美国不能解决电力问题，就算有再强的辉达晶片，也可能输掉这场 AI 竞赛。这解释了为什么川普政府要强势介入，甚至不惜打破自由市场原则，要求科技巨头签订15年的长期供电合约，逼他们把钱苦出来，升级基础建设。这就是所谓的美国版国有企业策略，用国家力量强推能源建设。第三章，核能与美股。在这种背景下，美股市场正在疯狂追逐一个终极解方——核能。为什么是核能？因为只有核能可以提供 AI 需要的基载电力 （base load power）， 也就是24小时稳定供电且零碳排。这里有3个层次的投资机会。第一层，用核自重的发电商 The Nuclear Utilities。最指标的案例就是微软 Microsoft， 他们与 Constellation Energy 股票代号 CEG 签订了20年合约，重启著名的三里岛核电厂。这让拥有现成核电厂的公司
瞬间掌握了 AI 的定价权。另一家是 Vistra， 股票代号 VST， 他们也与 Meta 等巨头签订了类似合约。高盛报告指出，这些公司是目前华尔街最拥挤的交易，因为他们拥有稀缺资产。第二层，未来的希望 SMR 小型模组化反应炉。如果不想盖大型核电厂，科技巨头们把目光转向了 SMR。SMR 就像是核能界的乐高积木，可以在工厂预制，然后运到数据中心旁组装。第一， Google 已经下单 Kairos Power， 计划2030年部署首座 SMR。第二， Amazon 投资了 X Energy。第三， NewScale Power， 股票代号 SMR， 是目前唯一获得美国核管会 NRC 择机认证的上市 SMR 公司。虽然它之前的项目因成本过高取消，但技术仍具指标性。第三层，电网垄断者 The Grid Monopolies， 不管谁发电都要通过电网。Dominion Energy， 股票代号 D， 掌握了维吉尼亚州的电力命脉，这里承载了全球大量的网络流量。American Electric Power， 股票代号 AEP， 则掌握了另一个数据中心热点俄亥俄州。这些公用事业股正在从防御股转变为成长股。第四章，台股机会。降完发电，我们来看输配电，这就是台湾投资人最兴奋的战场。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数据，美国配电变压器的交货时间已经从几个月拉长到3年以上。美国本土产能严重不足，必须依赖进口。这波电力军火的需求直接引爆了台湾的重电族群。我们可以把机会分成2块。第一，吃下美国基建大兵华城1519。华城是台湾变压器外销的龙头，外销比重高达 40%。 美国的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法案 IIJA 和降低通膨法案 IRA 投入了超过4600亿美元在能源基建。华城成功打入美国电力公司供应链，甚至拿下了德州星际之门计划的订单。外资预估华城的产能今明2年都要过增 30% 才能满足需求，这是典型的卖方市场，价格话语权在卖方手上。第二，守住台湾强韧电网，中兴电1513，士电1503。别忘了，台湾自己也有缺电焦虑，台电提出了10年5645亿台币的强韧电网计划，这里面的王者是中兴电1513，它是台湾唯一能做345千伏高压气体绝缘开关的厂商，在台电的高压开关标案中市占率高达 85% 以上，这是一门护城河极深的生意。另外，士电1503则是变压器与电网设备的稳健选择，它不仅受惠台电订单，也开始布局北美与日本的外销市场。简单总结，想赚美国财看华城，想赚台湾政策财看中兴电。最后，我们来总结一下，未来的 AI 竞赛评判标准将会从算力变成 time to power， 电力到位时间，谁能最快搞定电力，谁就能最快训练出下一代模型。这场变革会带来长达10年的投资周期。第一，如果你看好美股，关注掌握核能资产的 Constellation、CEG、Vistra、VST 以及土著未来的 SMR 概念股。第二，如果你专注台股，华城的外销爆发力与中兴电的内需垄断力是投资组合中的核心配置。第三，不要忽视技术变革。DeepSeek 告诉我们，软体优化很重要，但硬体端的液冷散热 Liquid Cooling 也是刚需，因为越强的晶片越热。这部分我们留到下一集再专门讲。这是一场从晶片 Chip 延伸到电网 Grid 的全面战争。觉得这集内容有帮助吗？请帮我按赞、订阅，并分享给对 AI 与能源投资感兴趣的朋友。下方留言告诉我，你觉得川普逼科技巨头自己盖电厂，这招行得通吗？我们下次见。